尽管如此，帝国也并不是寂静王唯一的敌人，像塔拉辛这样的死灵领主被指控在该地区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不过很快，太空死灵就逆转了帝国的大部分战果，并对阿尔戈文星系和维提戈斯星系发动了越来越多的袭击。在米尔蒂卡星系，帝国军队被彻底击溃，并发现自己被太空死灵包围了。当战局再次变得对帝国不利时，罗伯特·基尼曼本人也收到了报告，并派遣了不屈远征舰队的赫菲斯托斯战斗群，在司令维克拉恩的率领下增援尼菲利姆新区，并且这支部队还得到了大贤者贝尼留萨·考尔亲自率领的机械教部队增援。考尔利用了许多技术创新来规避驱灵死域的影响，例如利用古代技术将精神与科技相结合。统御大贤者颁布了黑石法令，命令将所有黑石都用于组装考尔设计的大型装置，并将其命名为预线研磨器。这些装置由战舰牵引，利用正向曲速电荷来抵消太空死灵尖塔的负向曲速电荷，并消磨掉驱灵死域的屏障。因为目前还没有设计该装置的先例或记录，这让很多人怀疑考尔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理念的。但为了确保进展，巨大的移动造船厂将跟随舰队组装这些设备。考尔希望能在基尼曼亲自率领的不屈远征舰队抵达之前，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尽管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帝国舰队仍无法完全消除驱灵死域的影响，因此赫菲斯托斯战斗群的许多战舰在进入尼菲利姆新域后被击沉。这些战舰中的许多都归其他机械神父指挥，他们对缴获的黑石和太空死灵科技各怀鬼胎，并不听从考尔的指挥。考尔早就预料到了这个问题，战斗群内部不同的机械教教派很快就开始分裂，他们追求的目标也大相径庭，其中一些完全违背了获取黑石的目的。而在机械教舰队寻找黑石的同时，战斗群中的星际战士、战斗修女和星界军也在寻找幸存的帝国驻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机械教贤者普索尔特率领的部队首先在帕拉迪斯遇到了大量幸存者，在那里他们发现帝国卫队和国教部队混编在一起，正在与围攻他们的太空死灵交战。帝国军队抵达的第一项行动便是清理轨道上的太空死灵墓穴舰，然后向地表派遣救援部队，并摧毁了剩余的异形建筑。类似的行动在整个地区不断上演，除了获救的星际战士，其他人都表现出了极度的疲惫。不过就在帝国军队与来自不同王朝的太空死灵交战之时，风暴领主伊莫特克指挥强大的索特克王朝军队展开了行动。长期以来，风暴领主一直对寂静王的回归和计划感到不满，他认为太空死灵目前的机械形态就是最完美的，他反对寂静王那逆转生物干涉的计划，因此伊莫特克试图在初期就破坏掉斯扎拉克的计划。于是在整个赫菲斯托斯战区，与帝国交战的太空死灵军队有时会突然撤退，转身去破坏其他死灵军队的行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双方会因为不同的目的自相残杀。帝国指挥官们对这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感到困惑。而在维尔提古斯2世上，考尔正指挥机械教、钢铁之手战团和塔兰尼斯骑士家族的军队对抗当地的太空死灵，但突然又有一支太空死灵军队杀了过来。不过他们无视了帝国军队的存在，而是袭击了对面的太空死灵军队。考尔迅速得出结论，太空死灵王朝之间绝对爆发了一场内战。太空死灵的分裂让帝国得以接触到卡利德斯战斗群的大部分幸存者，据说战斗群司令马伦本人也在一次绝望的防御中倒下了。尽管他的尸体从未被找到，但马伦仍被追封为帝国圣人。事到如今，帝国军队在驱灵死域的指挥权已经完全移交给了考尔和司令维拉格恩，并在尼菲利姆新域北部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但由于黑石采集人员过少和机械教内部的分裂，考尔的预线研磨器生产并不顺利。但好在审判官德拉克斯时隔多日再次现身，登上机械方舟探索者之王号与考尔会面，揭露了他假装撤退的事实。德拉克斯确信帝国现在掌握了足以摧毁整个驱灵死域的秘密。而在太空死灵这边，情况并不是太好。古老的太空死灵非常重视神秘主义和占星术，在其实践者中，没有一个像占星者奥尼坎那样臭名昭著。这个脾气暴躁的墓穴技师在预言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他的预言几乎没有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会运用神秘的时间技能回到过去，将事件推向正确的方向。寂静王斯扎拉克也想利用占星者奥尼坎来推测伊莫特克，也就是罪魁祸首的下一步行动。但即将到来的灾难预兆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奥尼坎拒绝了斯扎拉克的请求。不过寂静王并不需要等太久，就能看到末日的第一缕火焰了。由贝因留萨考尔领导的机械修会将他们最可怕的古老技术带到了驱灵死域，一场无节制的毁灭漩涡肯定会随之而来。
与此同时，伊莫特克的索泰克王朝部队成功夺取了去年死于东北部的3个完整星系，同时通过消耗战打破了涅菲莱克王朝的进攻。随后，伊莫特克利用石种木门亲自率军进攻遥远的米尔蒂卡星系，他的目标是名为阿尔菲克的重要世界，那里有一个高塔集群，是维持屈宁死域的必要条件。于是寂静王命令他的心腹代官者乌斯梅克击退风暴领主伊莫特克即将发动的进攻。这次寂静王需要绝对的胜利，不仅是为了实现屈宁死域的计划，也是为了确保其他的死灵王朝不会倒向风暴领主的旗帜。但令众人没想到的是，审判官德拉克斯率领一支由火星护教军和死亡守望星际战士组成的船队也抵达了该星系。由于寂静王部队在与风暴领主大军的交战中陷入了困境，塔楼建筑群现在只剩下了少量的驻军，这便是德拉克斯的目标。当审判官和增援部队在建筑群周围建立防线时，塔楼很快就被占领了。于是代官者乌斯梅克迅速将部队转向，以迎击帝国军队，而伊莫特克则迅速从打开的石种木门撤退。当帝国军队守住外围时，德拉克斯和他的随从进入了塔楼，并将整个建筑从内部爆破，乌斯梅克的大部分军队也被消灭。虽然审判官德拉克斯已经达成了他的目的，但他的行动却造成了这场战争的升级。原本寂静王只是将人类入侵者视为小麻烦，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荣誉，但现在斯扎拉克认为这些人类对去年死域造成的破坏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所有荣誉和尊重。寂静王的怒火再也无法被压制，他发誓要消灭去年死域内的每一个人类。与此同时，考尔的舰队正试图缓慢地建造预线研磨器，但机械教部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议程，这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化。许多技术神父痴迷于在该地区搜寻古代科技，他们不仅发现了违禁的武器，甚至还发现了将军炮以及一些邪恶的科技，例如太空死灵铸造器和旋风毒素修正器。寂静王在这场全新的屈宁死域之战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托克特王朝的法皇进攻洛莫尔星系。这支太空死灵军队在被称为虚空之眼的墓穴技师团体的恐怖科技加持下进一步增强。托克特王朝避开了切里斯特的强大防御，转而进攻邻近的托兰提斯世界。这支庞大的战争引擎军队就连军阀级泰坦也无法为敌。当这个世界被攻陷时，贤者贝兹特、奥拉迪麾下的2支舰队前来迎战太空死灵。贝兹特挥舞着被称为遗忘方舟的古代武器，像导弹一样从他的旗舰上发射了出去。该装置在太空死灵的舰队中爆炸，释放出巨大的反分子冲击波，将3艘墓穴舰震成了浆糊。虽然此举让帝国获得了优势，但也进一步升级了战况。虚空之眼被这种鲁莽使用先进武器的行为激怒了，他们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即无尽虫群亚什乌德拉的星神碎片，用蜂群碾压了几个完整的星界军部队。利用星神的恐怖能力，帝国军队在被虫群分裂思维后开始互相厮杀。贝兹特发誓不会让众人再一次遭受同样的命运，于是他启动了最后一件来历不明的秘密武器。一颗黑色的球体随即围绕着登陆部队，然后包裹了地表数百英里。最终，所有人类和太空死灵都死在了这个气泡中。它还吞噬了托兰提斯整整1/3的土地。在气泡身后，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从轨道上翻滚而出。托兰提斯战役了噩梦般的结局，以无数种形式在该星系中重演。双方都在大量使用末日般的报复行动和邪恶科技，疯狂程度不断升级。好在考尔很快就得知了疯狂行为的消息，并立即颁布法令，禁止在未经适当了解和批准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回收的古代武器。然而他的法令实行得很慢，就像黑石法令一样，许多贤者就算收到了法令也会充耳不闻。与此同时，寂静王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发展。伊莫特克也在尼菲利姆星域的北部和东部不断取得进展，2座完整的黑石尖塔已被摧毁。对古代武器的浪费还进一步激怒了虚空之眼，墓穴技师的不满情绪已经变得无法忽视。斯扎拉克知道他需要用一场完美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寂静王下令向帝国控制的每一个星系推进，摧毁所有的要塞网络。萨雷坎王朝、尼希拉克王朝和乌鲁什王朝的军队拦截了前来支援的帝国舰队，米尔迪卡和生态星系则再次遭到入侵。墓穴技师们奉命利用邪恶武器迅速歼灭人类，不用计较任何副作用。尼希拉克王朝的墓穴技师甚至在一个战区释放了10个完整的星神碎片。虽然一些太空死灵霸主各怀鬼胎，但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还是只有伊莫特克的军队没有加入寂静王的新攻势。在帝国战斗群这边，考尔将目光转向了超级武器，而帝国战斗群则因为消耗战和屈宁死域的影响而疲惫不堪。
不过事情最终在斯卡伦星系出现了转机。在战役初期，多米尼克斯·格尔夫领导帝国军队成功击退了太空死灵部队，然后机械角就在名为圣提斯马格拉的蛮荒世界安装了巨型采矿引擎以挖掘黑石。然而附近一座几乎无法被摧毁的太空死灵尖塔还是对地下的矿工和士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庞大的太空死灵舰队出现在了斯卡伦星系。这支舰队拥有来自萨雷坎王朝、奥卢斯卡王朝和尼基拉克王朝的军队，强大到足以将帝国舰队粉碎数次。几乎就在同时，隶属于银色圣堂和雄鹰领主的打击巡洋舰出动，迎击最前方的太空死灵战舰。但这些帝国战舰却被一支太空死灵舰队包抄，并对行星表面发动了猛烈的轰炸。虽然在帝国的防御下损失惨重，但他们还是成功的将大量死灵地面部队送到了地表。在战火愈演愈烈的同时，越来越偏执的盖尔夫试图揭开该地区的真相。机械教贤者盖尔夫最终被自己脑海中的疯狂声音所说服，关闭了建筑群的安全调节器。而在虚空深处，25颗可以追溯到黑暗科技时代的卫星突然充能。随后盖尔夫释放出这种古老的武器，每发射一颗卫星，帝国与死灵的舰船就会被摧毁一艘。随着卫星一个接一个的爆炸，现实世界开始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卫星爆炸的反馈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就连盖尔夫的大脑也在圣殿中爆炸了，而卫星曾经所在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个缺口。恶龙灵在造物者瓦什托尔的指挥下穿过缺口，在其身后是一支由混沌星际战士和黑暗机械角组成的庞大舰队。在感应到蛮荒世界的死亡后，瓦什托尔将目光投向了去年死域。考尔对事态的新发展感到沮丧，再加上许多贤者仍在无视他的命令，更是雪上加霜。考尔不禁想到，要是基宁曼本人到达，不知道会对现在的局势作何感想。寂静王也被迫分散军队解决新威胁，并将增援部队也调向了这支混沌大军。虽然帝国和混沌军队并不知道，但寂静王其实早已没有什么资本来维持进攻了，很快就会被迫转入防御。战行者奥尼坎也出现在了寂静王的内患中，他的想法显然已经被某种严峻的未来所改变。银河系中很少有地区能够脱离掠夺者阿巴顿的野心和触碰，然而黑色军团的战帅在征服银河系的战略上是务实的，开辟一条针对太空死灵和帝国军队的新战线将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所以目前阿巴顿将精力聚集在了拉克蒙德走廊等地区，因为在那里突破帝国防线的机会是最大的。虽然阿巴顿对去年死域中的战争并不在意，但他临时的盟友造物者瓦什托尔却坚定地寻找着名为避难所的东西。不受去年死域束缚，曾经暗黑天使的家园世界卡利班的遗骸，瓦什托尔的恶魔星球恶龙灵已经出现在了去年死域之中。灵魂断炉之主与少数凡人分享了他的秘密，即使是像阿巴顿这样的临时盟友。因此掠夺者让噬魂者向瓦什托尔提供服务，这是一支由阿巴顿内环成员德拉克斯勋爵指挥的黑色军团战帮。当阿巴顿将注意力转向正在进行的庞大战役时，德拉克斯和他的噬魂者已经陪同瓦什托尔进入了去年死域之中，并负责监视瓦什托尔在去年死域中的活动。毕竟掠夺者从来不会盲目信任盟友，无论是凡人还是恶魔。当可怕的恶龙灵流淌在现实中，撕裂并扭曲了现实空间时，凝视着这颗扭曲行星的人类被极度的恐惧和厌恶击倒了，甚至墓穴技师也对这种发明和诡计的嘲弄反感。伴随着瓦什托尔可怕星球的是一支由混沌星际战士组成的舰队，这些舰船上涂有10几个甚至更多战帮的标志，他们利用混乱扫荡并消灭了受害者。当恶龙灵完成降临时，最后一波亚空间能量潮汐喷涌而出，就在一瞬间，黑石造物的极性被颠倒了，扭曲的腐化能量溢出到了现实，席卷了整个星系。从裂缝中涌出的血肉金属怪物被恶龙灵的光芒照耀着，他们撑开满是獠牙的嘴巴，眼睛里燃烧着无限的饥饿。造物者的邪恶奴隶从恶龙灵中倾泻而出，但瓦什托尔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个谜，即使对他最信任的盟友来说也是如此。在去年死域中，奥数科技和竞技科技的绝对优势引起了造物者的注意，因为在避难所中，像机械教贤者和墓穴技师的手臂一样，造物者可能会发现各种恐怖的机械用来扭曲和腐蚀，用来支持他的事业。一些凡人信徒甚至推测，通过解开太空死灵的节点矩阵，造物者就能找到关于命运之所未知的线索，而恶龙灵就是钥匙。但到目前为止，瓦什托尔似乎只是让军队打击太空死灵和帝国军队，以进一步扩大他在去年死域中的势力范围。寂静王也观察到了恶龙灵的污秽，并将瓦什托尔视为对去年死域扩张最大的威胁。因此他已经要求墓穴技师盟友
设计一种武器来消灭瓦什托尔这种强大的威胁。作为最虔诚的混沌星际战士，怀炎者以极度厌恶的眼光看待驱灵死域，失魂禁制笼罩了大部分驱灵死域地区，既阻碍了他们施展扭曲魔法的能力，也抑制了恶魔束缚、占据仪式和洛迦之子通常从事的各种堕落活动。不过怀炎者并没有因此放弃驱灵死域中的利益，在他们的队伍中有着许多黑暗使徒，这些煽动者能够激发追随者的狂热，即使是没有增强过的邪教徒，也被证明能够在驱灵死域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许多邪教徒将失魂禁制的影响视为对他们黑暗信仰的考验，因此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神力，甚至可以与战斗修女相媲美，这再一次让启明者萨拉斯感到不解。黑暗使徒扎基斯阿蒙率领一支怀炎者来到了卡拉蒂尔，一个位于银河系东北部边缘的由广阔沙漠和闷热丛林组成的炎热世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因内部冲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因为这里的民众已经开始屈服于失魂禁制，所以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内战和混乱。为了阻止即将到来的厄运，卡拉蒂尔的人民愿意投靠任何承诺提供救赎的煽动者。星球上的国教人员努力保持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但还是有大量平民陷入了无法避免的昏迷，这令当地人对帝国信仰感到绝望。阿蒙很快就利用了这种绝望，黑暗信仰的传播令大批幸存者动心。对于阿蒙来说，利用民众的恐惧让他们相信帝皇已经抛弃了他们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在抵达卡拉蒂尔仅仅几周后，阿蒙就对国教据点发起了进攻。他煽动大量平民扑向守军的枪口，爬上倒下亲人的尸体，屠杀那些信仰不坚定的受害者。流血事件的高潮是卡拉蒂尔的国教牧师在大教堂中被焚烧。从那以后，阿蒙在卡拉蒂尔的废墟中建造了一座石碑，坚定和骷髅废墟矗立在一座灰烬之城上，周围的腐烂尸体在恒星的炙热光芒下腐败枯萎。然而扎基斯阿蒙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因为这场胜利得到满足，黑暗使徒已经召集了数个怀炎者战帮来到他的旗帜下，开始进一步向驱灵死域内部推进，并与索泰克的太空死灵发生了冲突，这引起了风暴领主伊莫特克的怒火。从那以后，瓦什托尔的恶魔使者开始向他们的主人提出联盟的建议，这将使造物者和凡人连结起来，将太空死灵的工作变成他们自己邪恶目的的工具。红魔马格鲁斯，千子的恶魔原体，也意识到了恶龙灵的降临和造物者对太空死灵诡计的腐蚀。他和巫师们都至少预见到了一个瓦什托尔升格为邪神的未来。根据预言者的说法，命运丝线揭示了奸奇的意志，因此他们启动了一张交错的阴谋网络，意图阻止瓦什托尔的升格。不幸的是，驱灵死域对于那些拥有灵能力量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很少有巫师胆敢冒险进入其中。一旦进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思想、身体和灵魂也会被一种令人窒息的溺水般的光环所笼罩。这种光环激发了恐惧和痛苦，并将他们的预言笼罩在迷雾之中。特别对于预言者来说，在驱灵死域内活动是一种极为折磨的经历，足以让最强大的巫师崩溃。千子军团依赖的红字战士和圣甲虫终结者，在这种条件下也更难被控制和引导，需要巫师持续和全神贯注的引导才能保持战斗力。现在千子也只能寻找新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普罗斯佩罗的地下穹顶和高耸的金字塔中取出古老的自动机械和机器人卢宾，这些战争机器许多都早于荷鲁斯之乱，经历了数千年的巫术操纵，将恶魔和机器人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有机结合。现在马格鲁斯雇佣的科技巫师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进一步增强他们创造物能力的成分，那就是黑石。知识学派的苏莱曼·凯夫尔在一支由普罗斯佩罗自动机兵和红字战士组成的部队护送下前往驱灵死域，以寻找黑石并将其送回福扎尔星系。然而在到达驱灵死域后，巫师立马卷入了机械教和太空死灵王朝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在战场的边缘，苏莱曼注意到在火星和其他铸造世界的军备库中有各种禁忌科技从最成熟的宝库中被释放出来，看到有机会从敌人那里收集新的恐怖机器人和科技知识，凯夫尔赶忙突袭和掠夺那些技术神父的宝库。在黑暗法师的帮助下，他从收集到的奥数科技中获得了许多失落的知识。法比乌斯·贝尔的好奇心永无止境，驱灵死域内部的冲突也很快引起了他的兴趣。法比乌斯对基因操纵的痴迷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实验对象，而混乱的战斗再加上失魂禁制的影响，为他提供了填补仓库的机会。在他自己创造的保镖以及无暇之主战帮的陪同下，贝尔袭击了镀金之子星际战士的战团母星。这颗星球位于驱灵死域中，已经击退了数次太空死灵的袭击。
所以当法比乌斯攻破他们的战团堡垒修道院时，星际战士已经到了极限。而贝尔的变种人仆从因为主人的恐怖实验而得到了针对失魂机制的加强，他们消灭了剩余的防御者，从镀金之子的药剂师仓库中带着大量的基因种子逃脱了。法比乌斯·贝尔和他的怪物们在这7年中依然游曳在屈宁死域的边缘，寻求更进一步的机会来捕获宝贵的实验材料和化学试剂，以进一步推进异端基因实验。在节点矩阵对年轻种族的效果这项课题上，最有研究的莫过于起名者萨拉斯。萨拉斯是个毫无怜悯的怪物，同时也是位生物构筑师以及超科技活体解剖学者。他一直致力于揭开生命的奥秘，会捕捉活体样本进行研究，以及将自己的解剖学知识和执着的好奇心应用在战场内外，由此逐步完善和增强太空死灵的生命形态。身体转移的知识来自于星神，但实现他们的却是萨拉斯。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了高远的眼界，身体转移对他来说只是达成终极进化的开端，而他最终的目标则是造就一种既非血肉也非机械，而是以纯能量的神明之体存在的生物。在那一天到来前，萨拉斯将充分利用并不断提升机械身躯的性能，毕竟他现在已不再需要睡眠或是应付血肉之躯的脆弱以及其他会令人分心的事情了。萨拉斯一直在追寻生命的秘密，他认为如果不揭开这道谜题，他便不配成为合格的神明。许多世纪以来，萨拉斯距开悟始终只有一步之遥，但那最终的顿火却总是与他失之交臂。也许在这个宇宙中确实存在无法用逻辑阐释的概念，也许是灵魂的本质，也许是难以言述的信仰之力。但无论何种原因，起名者萨拉斯几乎注定无法拥有参透这些秘密的能力。然而他自己绝不会接受这个事实。寂静王也正是利用这种执念，取得了萨拉斯对自己的效忠。既然当初是起名者执行了身体转化，那他自然就能将其逆转。或许他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追寻已久的最终答案。